Hello， 我是阿迪。今天的阿迪英文要在10分钟内教完所有的英文时态，从你国小学到现在的英文，所有你听过、用过、没听过、没用过的英文时态，全部都会在这支影片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我们先来看现在式，现在式分有4种。首先，先来看现在简单式 I work。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用法很多种。首先，这个时态可以用来表达以下这些情况：事实、习惯或是行程。比如说 ，Ray teaches English on YouTube. He runs every day. School begins at 9 tomorrow. 再来，它也可以表达情绪、意见或者是指示。比如说 ，She loves chocolate. I think you are right. Fasten your seatbelt.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以上这些。下一个是现在进行式 I am working. 这个时态是用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 You are watching this video. I am talking to the camera.DK is being a big baby. 它表达的是讲话当下 right now 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问你现在正在干嘛，你回答的句子很有可能就是现在进行式。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简单式跟现在进行式的差别。DK is being a big baby 是他当下正在做句音的行为，这可能只是一个临时行为，并不代表它一直都是句音。但是如果说 DK is a big baby， 则是前面讲的那个表达事实 ，DK 是个句音。这是一个永久状态。现在进行式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用来表达近期计划或是即将发生的未来事件。I'm meeting my friend tomorrow. She's flying to Hong Kong next weekend. 再来下一个是现在完成式。I have worked. 这个时态虽然叫做现在完成式，但是它在讲的是一个过去的动作，因为它的使用逻辑是用过去的一个动作来描述你现在的状态。I have studied Italian for a year. 这边指的是我已经读了1文1年，也就是我在用过去自己读意大利文的动作来描述现在自己的状态。所以说，现在完成式特别适合用来谈论一段经验或是历程。Our channel has reached 2.8 million subscribers. He has lived there all his life. They have never been to Hawaii. 重点是我们用过去的经验来描述现在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做现在完成式。我们现在处在了一个完成了这个动作的状态。现在完成式还有一个令人混淆的形态，就是 has had 跟 have had。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公式前面的 has have 是公式需要，后面呢是加上过去分词。所以当你的现在完成式动词是 have 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 has had 或是 have had。比如说 I have had enough of you. She has had a headache all day. 最后一个是现在完成进行式 I have been working. 看到这边应该猜得到，它既然也叫做现在完成，讲的一样是一个过去的动作，但是跟现在完成式相比，现在完成进行式强调的是持续的动作。I have been studying Italian for a year. 所以我是1年前开始学的，这个期间持续学，一直到现在也还在学习。如果说现在完成式强调的是有这个经历，现在完成进行式强调的是这一整段动作的持续性。We have been making videos for over 10 years. They have been traveling since 2019. My sister has been sleeping for 12 hours. 所以在这个时态里面，你通常会看到一个跟它搭配的时间段，因为这个时态本身就是在强调这一整段时间里面一直在做某一个动作。那我们也来比较一下现在进行式跟现在完成进行式的语感差异。现在进行式 I'm thinking about you 是我现在正在想着你，过去有没有想你不知道，但是反正现在正在想你。但是现在完成进行式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就代表我在过去某一段时间里面都在想你，一直到现在。所以用现在进行式的是渣男，而用现在完成进行式的是哥不灵。听到这边还跟得上吗？现在式的用法比较多变化一点，但接下来的过去式跟未来式就会简单一些。你可能会想，不是说要教英文吗？计时还在跑，怎么不赶快教？但是我们学语言可是不能这么急躁的。学习语言就像学乐器，需要完整的课程规划，按部就班，慢慢学，才能够把陌生的语言转换成是自己的技能。你可能期待花10分钟看完这支影片就成为英文天才，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你需要的是 Amazing Talker。Amazing Talker 是全台港澳最大的1对1线上英语家教平台，可以为你打造清晰有架构的学习课纲，完全按照你的学习步调和目标来上课，适合想要系统性学习又希望能够轻松掌握进度的学生。我刚开始在 Amazing Talker 学英文的时候，就告诉老师我想要学30天之后就立刻去意大利使用。老师为我设计了阶段性的课程，不但每周都有明确的学习进度，还能够依照我的吸收
调整教学的节奏。而且 Amazing Talker 现在不只提供语言课程，还有非常多元的学习选择，从英文、西文、日韩文，甚至连程式语言跟职涯辅导都有。全球超过1万名专业家教等你来选课，可以从 Amazing Talker 的首页搜寻教师，挑选适合自己需求的老师上课，或是直接用 AI 智能推荐，输入你的学习目标和方便上课的时间，系统就能够直接帮你找到适合的专业家教。我在 Amazing Talker 学过韩文、西文、法文、意大利文，每次的选课老师都能够精准的了解我的需求，量身打造课纲，学习的结果大家也能够在影片当中看到。如果你有学习目标但还在观望，也可以购买1堂课试试看，因为 Amazing Talker 注册上完全不绑约，新用户还有10美金的课程兑换券。那我会把所有的资讯放在影片的下方资讯栏。计时还在跑，我们继续来看英文时态吧。接着我们来讲过去式，它一样有4种形态。首先是过去简单式 I worked， 这个时态非常明确，就是描述过去发生而且已经结束的事情。She cried last night. The dog ate my homework.I didn't take any steps back。注意这边讲的是我一步都没有退，因为是否定，所以要加的是 don't 的过去式 didn't。这些都是过去开始并且已经完成的动作，所以如果事情在过去完全结束了，那就使用过去简单式。接着是过去进行式 I was working， 这个时态描述的是过去某个时间点正在进行的持续动作，但更常我们会看到的是用这个时态来去衬托出另外一个发生的事情，比如说 I was sleeping when the earthquake happened。She was drinking when she texted her ex. He was reading before he realized he was still alive. 过去正在进行的一个动作当做前提来强调过去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再来是过去完成式 I had worked， 这个时态跟现在完成式概念差不多，只是时间轴推移到了过去，用来描述过去的过去，就是在过去某个时间点之前已经完成的事情。They had left the party.By the time we arrived， 所以是我们抵达之前，他们就都已经离开了。He had already fallen asleep when the phone rang， 所以事情发生的顺序是他睡着，然后电话才响。She had been invited to the course, but she refused to go。这边可以注意一下，为什么用 been？这是因为这里的原句是被动式 ，she is invited， 她被邀请参加课程，动词是 is， 那 be 动词的过去分词是 been， 所以过去完成式才会变成是 she had been invited。最后是过去完成进行式 I had been working， 这个跟过去进行式一样，几乎都是搭配着另外一个动作使用。那这个时态描述的是一个过去持续的动作被另外一个动作打断了。I had been watching TV。When the power went out， 所以我持续在看电视，直到没电了。They had been waiting for 30 minutes before the bus arrived， 所以他们持续在等公车，直到公车到了。He hadn't been paying attention, so he did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持续的没有听老师说话，被问问题了，答不出来了，出去外面罚站了。大家还 OK 吗？还有在听老师讲话吗？我们现在式跟过去式都讲完了哦。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未来式。首先是未来简单式 I will work， 用来描述我们认为未来会发生的事情。I'll call you tomorrow. He'll propose to his girlfriend next month. GTA 6 will be released in 2025。口语在讲未来式的时候啊，几乎都会说起来，像是 I'll, he'll, she'll, they'll 等等。那表达未来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 be going to 代替，也就是常常听到的 gonna。I'm gonna call you tomorrow.He's gonna propose next month。接着是未来进行式 I will be working， 用来描述某个时间点会正在进行的动作。I'll be playing video games all weekend. We'll be traveling in Turkey in June。同样的，你也可以用 be going to 来代替。I'm gonna be playing video games all weekend. We're gonna be traveling in Turkey in June。再来是未来完成式 I will have worked， 这个跟现在完成式、过去完成式的逻辑类似，描述的是到未来某个时间点之前就会完成的事。By next year, he will hav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Before the guests arrive, she will have cleaned the house. By the time Hunter finally finishes, I will have died of old age。最后的时态是未来完成进行式 I will have been working。这个时态可以说是最少用到的，描述的是到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为止会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动作。那因为是一段持续动作，所以跟未来完成式相比，通常会表明这个动作是持续了多久的时间。By the end of the day, he will have been writing for 8 hours straight.By 2050, scientists will have been researching AI for over a century. By next year, I will have been making videos for 11 years.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
真的是在10分钟内就完成了所有英文时态的介绍。大家如果看到这边全部都看得懂，那恭喜你，你国中、高中念过的东西没有还给老师。那也欢迎大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都已经2025年了，在 YouTube 上居然还有这种从头到尾都在教英文的阿滴。那我们就明年再见，拜拜。